兄弟们，咱这个炉子竟然25700克！夏天到了啊，好多兄弟正在做一个一炉传3代的烧烤炉，不仅要求好看好用，而且得方便携带，主要是便于清洗。看，图纸已经画出来了啊。光这图纸画好几天。你这个炉子做多厚的？国标6毫米厚，304不锈钢的，3种尺寸，40、50、60，哎呦，3种规格，看到吗？够高端了，绝对高端啊，上档次。下面再找个激光把它切一下去。兄弟们看一下啊，咱这炉子开始切割了，激光切割，没毛事儿。这咱烧烤炉两边的侧板啊，看了吗？这是咱304炉子的接轨板，双面拉丝，304，还是工艺的吗？没毛事儿，是吗？特别平滑啊，哎，够高端了啊，绝对高端，它主打就高端，是材料高端，是干活人高端，都高端。咱做2种材质的，一个是201，一个304的。呀，我看着不都一样吗？哎，不一样，201硬度更高，但是304更耐腐蚀、耐高温，两种随你选，看你喜欢哪一个。当然，从原材料价格来说，304比201的价格要贵1倍。一步到位都买304，对，一步到位你都买304，性价比高你就买201，耐用性都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一炉传3代，人走炉还在。现在咱切的啊是那个碳板和炉子的支架。这个激光机还新呢，够新呢。投资多少钱？180个了。啊，这304的啊，真304，真漂亮。你看你摸完之后有手印儿，这都有手印的话，那酒精一擦就掉了。兄弟们看，这是201，单凭肉眼你是看不出区别来的，是吗？啊，想要性价比你就买201，想要一步到位你就买304，使用起来是没有区别的。看到吗？201的也切完了啊。这太好了啊，多漂亮！双面拉丝，连腿儿都给你双面拉丝了啊。够高端了，咱做高端。你跟304比比看有嘛区别？看不出区别来。哪304？这304，这201。201。还真是肉眼看不出区别来。咱开始切炉子的主体了啊！都是国标6个厚。来看一下304，看厚度了吗？真是够厚啊！国标6个厚，是吗？这是碳板、侧板都切出来了，这回看咱304的侧板纹全出来了啊！下一步咱要进行拉丝去，拉完丝就相当漂亮啊！真材实料。咱给亲戚粉丝朋友们做了一批炉子啊，40的、50、60的，各尺寸都有。咱给亲戚朋友再做一波，体验一下。你看，真是够漂亮啊！那绝对的，给组装好了呗。这个都不用咱组装，谁用谁自己组装就行，有手都会，是吗？特别简单。咱先把收纳座给组装一下啊。我这收纳座，还有桌子。对，你这是干嘛？你给拧螺丝了？对，拧螺丝了。你这个用那个拉铆钉不都完了，还简单省事儿。这个拉铆钉，如果你用的时候断了以后啊，你个人处理不了。螺丝呢，你要丢了还可以上，我给你带几个备用的。这咱们洗都不长锈啊，随便洗。耶，这不装好了吗？看那把手了吗？实心304，这个把手或者螺丝都304的。哎呦，天哪，真是够高端了。别看它盒是201的，盒为了硬度，所以拿这炉子要卖废铁都卖不少钱呢。我一回上废品收购站报废的，就是那种垃圾中的垃圾的304，但是304非洲站收就15块钱一斤，收10斤就40-50啊。耶，这炉子不想用了，你直接卖了不就得了吗？卖废铁也行，还能回血啊。再把两边把手装啊，这也304的啊，卖废铁都分着卖啊。现在咱都可以组装了，是吧？对，接轨板钩，这家伙主打一个真材实料。这玩意真是一炉传3代，3代用不出来呀。方便组装，方便裁切啊，看到吗？这螺母正好是下面那一层。完活，漂亮不漂亮？稳当吗？相当稳当了。8根304不锈钢的好棒啊！哎，真漂亮。怎么样？这个宽度是多宽？这宽度是内宽20，一般的东西都能烤了，鸡翅乱七八糟都可以烤了。鸡翅、海鲜、对，小鱼小虾的是吧？都没问题。还有2根火力调节棒，手柄是铝合金的，然后是杆201的不锈钢。火力不够了，你就往上调一个档。耶，怎样？够实用吧？好，真够实用。这炉子有多沉？下面再称一下楼梯多沉啊？这是你先说尺寸吧。这是长40，内宽20的，这是304不锈钢。我抬一抬，你把秤上放上。
称一下啊。我下，就还有2个支付宝忘了啊。这干嘛用的？放调料放嘛的不都行吗？31斤多。31斤多。15.6公斤。咱收盒里面再看看多沉。对，你得展示一下这东西怎么收纳呀。来，小马再收纳一下。我给你教教大家怎么收纳。先把碳板照底下，灰板再放上面，然后是2块侧板，棒8根，活力调节棒2根，置物板2个，2块侧板，干活，然后再来称一下整体多沉。等于这个把手一个手可以提，2个手也可以提，一个手2个手都行。来看看多沉吧，称一下啊，37斤半。8，这是40的炉子。对，这是40的。成年人一把底子是没问题的。没问题的。再说现在出露营，人都有露营车，带着就走了，对不对？不能说你出去露营，光带个座，光带个炉子，对不对？吃的喝的玩的用都得带着，必须得有露营车。下次咱坐露营车教大家，没问题，是吧？下面教大家怎么坐露营车。现在到烧烤露营的季节啊，喜欢来一套试试。